你有一個 Discord LINE 群組，但還在靠人工管理，打卡簽到要自己核對，一個個記錄到 Google 試算表。但其實這些事情機器人都可以幫你做，讓你每周省下數十小時，從零部署，不需要會寫任何程式碼，只要會操作 AI Agent， 不到20分鐘就可以搞定。嗨，我是雷蒙。如果你是新朋友，這支影片會分享 AI 的應用跟藝人事業的工作術。這支影片會分享怎麼樣部署 Discord 的機器人，一步步帶你走最麻煩的賬號設定。也會分享怎麼讓 Cloudcode 跟 Codex 這種 AI Agent 幫你處理部署上線跟機器人的功能。簡單來說就讓你知道流程，只要出一張嘴就能把最麻煩的 AI 機器人的設定給弄好。那如果你還沒有聽過 Cloudcode 或者開始使用 AI Agent， 我們的影片資訊欄也有入門的課程，現在已經有快要5000人加入，推薦給你。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吧 ，Go！ 我自己用 Zebra 已經部署了很多的 Discord Bot， 給大家看一下實際案例好了。就是像我們自己的會員或者是學員的社群在 Discord， 然後大家就可以每天打卡，打卡了之後呢 ，Discord Bot 就會直接給他們一些叫黑客幣，那黑客幣可以換一些東西，就是一些打卡機制啊，就放在這邊。然後當然呢，還有做到像是团隊裡面的應用啊，這是另外一個 Discord Bot， 他有接到我的 AI 大腦，所以像我的团隊夥伴會問他說，他有些想法，那雷蒙會怎麼想？然後雷小蒙就會用我的角色去回答他。那好處就是你看一看，就是 Discord 的好處就會多成這樣的選項。所以像我自己的早報或是晚報，它的後面都會有這個查看信件詳情啊，今日完整行程是什麼啊等等的，所以我就不用再打字回他了。我透過按選項的方式，他大概已經預設大概想說我會回什麼。那這個 Discord Bot 要怎麼去部署呢？怎麼去打造呢？那我今天剛好有一個專案要做，然後就剛好錄一支這一支影片啊。簡單來說呢，就是你要先到 Discord 這個 Developer Portal， 就是一個開發者的平台，然後這邊有你的自己設定好的 Discord Bot， 然後我在我自己的 Cloudcode 裡面也有寫一個我的 Zebra 的 Deploy， 就是我部署到 Zebra 的 Skill。那今天等一下會直接快速大家測試完整的流程給大家看。為什麼？因為我之前把我所有的功能都寫在這個 Bookmark， 然後這裡有所有的功能，然後我現在想說，我們拆一個新的一個机器人出來。為什麼？因為我想要讓我的社群夥伴們也可以去共編這個機器人。因為很多時候，一個社群要維護，不應該靠我而已。如果大家可以一起來協作說這個機器人可以怎麼樣的幫助社群運營的更好，那當然大家開放就好啦。所以把一些比較公司相關的東西放在這個，那把一些跟社群活躍氛圍比較相關的，讓大家可以共編。所以我今天幾個目的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計劃，拆分計劃Bookmark 加阿導管家因為我們大家會員命了一個名叫阿導管家這樣所以我們簡單來說呢，就是要把會員打卡歡迎機制全部都回到這個管家身上。對，那執行步驟呢，我也讓 AI 去分了，人就是我做一個機器人就是他做這樣子。所以我們現在就一步一步來做，然後看一下到底很困難嗎？其實應該不困難，而且 Discord Bot 以前這邊的界面都是英文的，現在是一個中文版變得越來越簡單了。好，我們就開始吧。新建，然後名稱就打阿導管家，然後同意。好，我是人類嗎？他其實感覺在尋找同類啦。我是真實的人。我黑客群島的管家，這樣。然後這個圖示 OK 上傳一個，我們已經做好一張圖給他了。好，所以我們設定完機器人的基本資料呢，這邊就完成了第二步嘛。然後第二步完成了之後呢，我們就要開啟它的權限，然後往下滑。這邊有3個最重要的權限，這3個開關基本上都要打勾。你可以看一下，它就是機器人的核心的權限。那你打勾了之後呢，你只有寫各種機器人的功能，它才會使用到它才會有這個權限。所以通常打勾。打勾完了之後呢，我們要去取得機器人的 token， 我們就點機器人，然後在這個地方按重設權杖。全設權杖之後呢，它就跳出一串數字，一串英文數字之後，你就貼到你的 AI。你看，我就貼給我的 AI 了，然後他就說我的 token。他已經拿到 token 了，然後就開始執行怎麼樣去 GitHub 建立一個 repo， 然後本地初始化，建立一個架構，然後把我原本的機器人的功能搬移過去，然後把這個 token 存到環境變數檔，然後再 push 到 GitHub。好，然後底下会有一個工會安裝跟使用者安裝。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在這個地方嘛，然後我們就按安裝，這邊我們就可以選工會安裝，然後安装連結我們就選這個 Discord 預設連結，按 Command， 按完成。完成之後呢，去到 OS 這邊，然后往下滑，這邊有個最重要的，你要按照這邊的選項這邊就產生邀請連結，把 bot 加進伺服器，你快完成了，最後一步了好，所以我們就往下吧。
然後這邊選 But 在這裡，然後底下這邊就會有超級多的權限，那根據個人的權限去開啟吧，就你們自己想要什麼樣的權限呢？那我稍微填一下。好，我基本上都填好了，因為這是我們社群要一起經營的機器人嘛，所以我把大部分的權限都開給他們了。好，開完之後呢，你看這邊就有一個 URL， 就點擊複製。複製之後呢，你看它就說底下就會有一個 URL 了，然後就可以貼到瀏覽器，就可以加入到伺服器了。好，那我們就來吧。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你在咖啡廳連 WiFi 的時候，你的資料到底是怎麼被傳出去的？其實你的資料啊，不只是上網而已哦，它比較像是在公共網絡上大喊：我剛剛登錄了銀行哦，這是我的電子郵件哦，我剛剛買了什麼東西哦。講到這邊，熟悉 YouTube 生態的朋友應該已經預知到了，對，你猜的沒錯。感謝本集由 NordVPN 贊助。但先別按快轉，讓我們快速吸收一個小知識。VPN 這3個字啊，很多人都聽過，但大多數人的理解啊，停在翻牆用的工具。但其實 VPN 的全名叫做 Virtual Private Network， 虛擬私人網絡，重點在那個 private。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幫你在目前的公共網絡上建了一條只有你能走的加密隧道。你的資料啊，從這條進去，加密到 VPN 的伺服器，再傳出去。所以中間的人啊，就算攔截到他看到的，也是一堆亂碼。所以這就是我們在外面連任何 WiFi 的时候都需要的一層保護。那我自己用 VPN 啊，除了会有2個場景，第一個當然就是公共的 WiFi， 因為我跟柚子常常在外面的咖啡廳啊、共享空間或者是飯店工作，開會傳檔案、登錄各種賬號。都是走公共網絡，所以我只要打開 NordVPN 一鍵連線，所有流量自動加密，而且還會自動幫我阻擋有問題的網站。第二個應用是，當我出國，我想要看台灣或者其他國家的串流平台，或者是繞過有限制區域的工具或 App 的時候 ，NordVPN 可以幫我換區域去連線。所以 NordVPN 啊，這種 App 對我來說啊，已經不是要不要裝的問題啊，它更像是一個充電線一樣的出門標配。你只要打開 App， 一鍵連線，所有的流量自動加密，而且速度幾乎不怎麼受影響。現在訂2年方案啊，再送你4個月，等於1天不到4塊錢。再輸入折扣碼 UERaymond，30天退款保證，你不喜歡就直接退就好了。所以我的專屬連結在影片的描述欄裡面，有需要的記得去看看。好，那感謝 NordVPN 贊助這一支影片，那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吧。好，那我們就來吧。先丟到我們團隊裡面的小雷與小佑，按繼續，然後他就有剛剛你選的這些權限嘛，然後按授權，然後給他一個認證。這個時候他就進來了啊！你看這邊很開心你來了，阿島管家。那他還沒有右邊上線嘛，因為他的程式碼還沒有寫好。那我們去看一下 AI 做的怎麼樣了。好，我已經邀請到小雷與小佑。同時，我繼續邀請到我的生活黑客群島。那我們同步進行，這樣就好了 ，OK 嗎？因為我已經寫了一個完整的 skill 了，就把我的伺服器啊，把我的 Zber 的配置啊都寫給他了，所以這基本上就是拿 Zber 的官方的 skill， 然後你去優化成自己的版本就好了，讓你的 AI 去幫你。对，然後所以我就可以這樣2句話就叫他做，然後我只要去驗收就好了。好，我們就看他等一下会不會直接全部成功部署，然後讓我們這個機器人上線。好，那我們就回來看一下，你看他也進來了，阿島管家，只是他現在就是還沒有上線啊，他是離線狀態。原因是什麼呢？原因是因為程式碼還沒寫好啊，就他還沒部署啊，所以就要等他去部署。然後我們就去看一下這個身份組，那我們可以把這個阿島管家往上拉，這一步非常重要哦。如果一個身份組啊，這個上下的權限是 Discord 很重要的，就是越上面的才有資格去管下面的。對，所以你看我們的整個核心的最重要的管理員就放最上面嘛，阿島管家就可以放在這邊啊，就是讓他可以去管底下的所有的身份組啊，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放在這邊。好，你可以把它上個顏色，我們把它先上個紅色，好不好？這樣比較明顯。好，阿島管家這樣。好，那我們就都加完伺服器了，就要等 Zber 部署。那等 Zber 部署的過程中呢，我來看一下這個儀表板。啊，你看這邊別人多了一個，對不對？就什麼事都不用到 Zber 自己的後台，因為現在基本上就是當我有這個 skill， 然後它裡面有放了我所有的指令。然後又放了我所有的基礎設施，對吧？所以我基本上就不用再進到 Zber 的平台做操作了，它一切幫我弄好。然後你看，然後現在就運作中了，就它都已經用好了。那如何做到靠嘴巴就部署上去？做法其實很簡單，
打開 Zebra 的 MCP 說明頁，把它丟給你的 AI， 叫它幫你安裝。裝好之後，你的 AI 就像接上一條直通 Zebra 的線，可以直接幫你建專案、部署、管理、伺服器，你完全不用自己進後台。再往後，等你部署的東西變多，就可以請你的 AI 把這些操作寫成一個 skill， 把你常用的設定都存起來。以後每次叫它動 Zebra， 它都會越來越熟，越来越快。如果你還不熟 Zebra 或不知道個人伺服器該怎麼選，我之前寫過一篇完整的介紹，影片最後還會有詳細說明。所以我們回到 AI Cloud Code 的界面看一下，他說你看這邊就有阿島管家已成功登錄，然後往下滑，這邊有說已經上線，你可以 Disco Bar 測試看看。然後我們之前有些指令嘛，已經寫好的，然後我可以試試看，我打一個查餘額看看有沒有效果。這樣，好，成功了。所以本來這個功能呢，應該是放在我們原本的這個舒馬克先生裡面嘛，然後現在把它轉移過去了，因為我們現在就变成是這個就是比較團隊管理向的啊，簡單功能的，然後這個是社群向的，回到剛剛一開始的目的嘛。好，那這個時候呢，我們就跟我們的 Cloud Code 講，我已經測試成功了，打 balance 是有效果的，那你再持續幫我推進，把原本的 bookmark 的功能做精簡掉吧，和飛4一起並行處理。好，現在這個時代啊，就是很多人會想要去設計很多 agent， 但是其實我覺得現在 Cloud Code 已經非常非常聰明了，你不用特別跟他講，你要幫我開什麼樣的 agent 的角色，他只要看到你的計劃寫得夠完整，然後這些東西是可以並行處理，不會衝突的，他其實自動就會派 agent team， 對吧？他就自動會派很多子代理，你看他就會自己並行處理了，就不會一個做完再做一個這樣子。因為你可以看哦，這個精簡的跟這個團隊協作的其實沒有衝突啊。對，一個是去管 GitHub repo 這件事情，一個是去管原本的程式碼精簡啊，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兩件不同的事情，就是應該是原本你想想看，就是公司裡面是2個人在用，2撥人在用，那你就讓2個 agent 去做啊。你看他飛4做完了，因為其實1人而已啊，很快的。那我們還可以來做一個測試，等你把我們這個計劃文檔的計劃都完成了之後呢，你幫我用阿島管家的角色，然後在入境大廳的頻道跟所有的島民說聲 hello。好，這就是我剛剛跟他講的話嘛。然後你就送出給他，即便他在處理工作也沒有關係的啊，也沒有關係的，因為其實 Cloud Code 很聰明，就是你在發任務給他的時候，他會自己在合適的地方接收，然後判斷去接續執行。好，你看就基本上都完成了，然後打招呼他說要給權限，好，那我就跟他講。那你要怎麼給他權限呢？這基本上有用 Discord 應該就知道，按伺服器設定，然後按身份組，然後這邊點下去，這邊就會有權限，你就可以把它打勾一下。那基本上你剛剛設定好都打勾了啦，可是你有些頻道，你可能頻道裡面有些其他的設定，就假設這個頻道是私人頻道好了，那非管理員其實就看不到啊。那你怎麼樣去加呢？就點它，然後在這個地方打勾，你就可以讓它有這個權限。好，你就讓它再試一次。好。那他就說他發出了，去看看效果吧。然後看成功就發出了，就是我剛剛跟他講的內容嘛，他把它寫得更完整。然後當然有些東西我沒有講好了，因為就是像這個匿名留言是會員專屬的，所以我才寫在這邊，對吧？那今天這樣就完了。那我們看一下他今天做了哪些事呢？好，那總結一下你做了哪些事情。剛剛的計劃文檔都更新了吧？你就這樣子讓 AI 幫你最後總結一下。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習慣，你才知道你到底做了什麼。然後通常都要本地上放一個文檔了啊，所以你看他現在今天的這邊應該都已經完成了。哦，這個最重要，他沒有做完啊。好，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也是 Zebra 的功能。為什麼 Zebra 更適合部署這種舒馬克這種 Discord 機器人呢？我們來看一下。好，到 Zebra 的後台，然後你看我原本的這個 bookmark 這邊有個硬碟，其實這邊我有掛載一個硬碟。這個硬碟是幹嘛呢？就是讓它可以去抓 Discord 上的對話訊息的資料啊，就是可以儲存東西。然後你之後可以讓你的 AI agent 去上面去拿東西，然后下來到你的可能 Notion 啊、WordPress 啊，什麼地方都可以。所以其實這邊應該要把它打開啊，就把它掛載。好，就這樣把它掛載完了。好，然後我就把這個複製給他。所以你就這樣跟他講，就是好，我掛載的硬碟 ID 掛載目錄是什麼，然後他就會去把原本的這一個裡面的資料移到這一個，對吧？
啊，所以當然這個過程怎麼樣去寫機器人，那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因為每個人自己想要的需求不一樣。那其實你如果有看我上一次的教學影片，你就知道，大概怎麼樣用 Cloud Code 去創造一些小應用、小工具。那我今天最重要的這支影片跟大家講，就是你已經寫功能這個東西看每個人需求，但你怎麼樣把一個機器人從無到有建立起來，甚至使用 Zebra 部署啊，這是我自己面要跟大家講。那之後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也可以底下留言給我，然後我再把這支影片拍得更多的補充教學跟詳細一點，然後再發在 YouTube 上或寫篇文章，好不好？那今天大概就到這邊，期待大家也可以用這樣的服務，然後去部署一個適合自己的機器人。好，再講一個比較特別的好了，就是其實我最後來講一下，就其實我寫2篇文章在講 Zebra 啦，還有 Cloudflare 的部署。那最大的差別呢，往這邊底下寫，這邊有寫到。就是如果你是要跑機器人相關的，或者 dashboard 或者資料庫的，你還是選擇用 Zebra 這種後端的會更適合。就像剛剛有那個硬碟的服務嘛，對不對？那 Zebra 又有一個專屬伺服器要怎麼選呢？我有寫一個完整的文章。那如果你有在用 Cloud Code 這種 AI agent 的話，你文章連結直接丟給你的 AI， 然後剛才講說，雷蒙寫了一篇文章，然後我想要問一下，我現在打造這個小工具，你可能打造一個報價單啊，你可能打造了一個明線系統，你可能打造了一個業務的管理中心都好啊，你就把這個問他，然後他就會跟你講說啊，以長期的發展來看，你應該要選擇 Cloudflare 還是 Zebra 啊，然後伺服器要怎麼選，他都會跟你說啊，就是因為我不知道你做的是什麼，所以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方法寫好，然後讓這個方法讓你的 AI 當做顧問去問你，這才是最方便、最客製化的方式，就沒有標準答案，全部都依照個人的需求而定。那希望這個影片對大家有幫助，也希望大家可以部署一個自己適合的機器人，真棒！我們下次再見。